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道和。美国的保守派评论员柯克被枪杀之后，全美震惊，甚至全美一阵的哀悼。而这个哀悼潮现在到全球都是。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是韩国的人民也上街头在哀悼柯克。但是这个画面让我们觉得不寻常的是什么？是这个画面说，除了有韩国的国旗之外，还有美国的国旗。他甚至喊出了所有在场韩国人都喊出“我们都是柯克”，甚至还喊出一件事情：我们拒绝中国的入境。这代表这不是原本只是一个柯克的哀悼的游行吗？为什么会跟中国是有关系？原来是因为现在韩国的人民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是经济跟关税比什么都重要。过去李在明已经喊出了安美金钟，但这一套在韩国人民的眼里根本不吃香。你看到最近韩国媒体一系列的报道了现在韩国经济有多差，他直接拿我们台湾过来形容，他说南韩人的人均 GDP 最快今年会被台湾来超车。韩国原本领先台湾22年的优势，就在今年宣告要结束了。而现在对韩国人来说，除了经济问题之外，关税更让他更为的头痛。为什么？你看到了，不管是韩国、日本跟台湾，我们台湾现在目前是20%的暂时性关税，甚至卢特尼克已经讲非常白，我要跟你台湾谈一个大的。那日本已经白纸黑字写下来了，就是15%。但韩国现在出大问题了，他们原本是15%，也是这种暂时的关税，但他们白纸黑字都还没有写，没有写的情况之下，现在出大包了。南韩政府原本答应给川普的3500亿，现在都没有一个落实的一个情形，所以他们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已经讲非常明白，你现在15%。你今天不把3500亿交出来的话，你就要变成25%的税率。当你今天南韩到25%的税率，你在亚洲基本不用混了，你没办法赢过日本，你甚至没有赢过台湾。所以，我们回到刚开始给大家看那个画面，为什么在哀悼柯克的游行上面，他要特别去喊出我们都是柯克，甚至我们要去喊出拒绝中国来入境。他们深知一件事情：现在我要站在美国这个地方，当我今天抗中的时候，我未来才会有筹码。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专业专家林廷辉，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大家好。好，最后一位是资深媒体人吕国珍，大家好。志聪，我这2天看韩国的发展，哇，太惊人了！我们上礼拜才讲，川普有胡萝卜跟棒子，棒子是什么？我今天把现代汽车的东西我全部都抄掉了。对，抄完之后呢，我心里想说，好，这件事情应该会平息下来。后来我发现没有，为什么没有？现在韩国出大事了。我们原本以为它15%，但没有想到一件事情是，他们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竟然讲说，这3500亿，你韩国似乎没有要给出来，你没有给出来。你会变25%，这很惊人哎。对，没错。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讲，韩国的处境相当的尴尬。明明李在明都到美国去了，说要投资3500亿，还带了那么多这个大企业家到美国去，就没想到这个卢特尼克说的非常清楚。你原本承诺了3500亿呢，他这个韩国是希望说，我比照日本，我是融资给你。他说没有，你就是要投资。如果你不签字的话，不好意思，你未来的这个所谓税率会重回原本的25%，那就不用玩了。对，那为什么会对李在明这个样子？我跟大家讲，李在明表面上来说，他到美国去是说，我臣服在美国，对不对？但是让我跟你讲，他留一手。他还是跟中国在眉来眼去的一个状况嘛？为什么跟中国眉来眼去？我们讲一个状况。这几天的时候呢，礼拜6日的时候，很多韩国民众20-30岁的年轻人，他们到韩国的街头上面去，街头上面就是说什么？你看他们的标语 ，We are Charlie Kirk， 表面上好像是在这个悼念柯克，就他们的口号。除了这个 We are Charlie Kirk， 还有另外一句 Chinese no visa entry security threat， 就是什么意思呢？中国人免签入境啊，是等于国家的安全威胁，所以我不让你中国人进来，你中国人就是我们的安全威胁。对，好，那为什么我就说李在明想要玩2面手法了？我跟他讲，李在明呢，他最近要签一个，就是让中国的民众免签进来，刺激韩国的观光嘛。所以某些程度来说，他有放弃中国吗？他根本没有放弃中国，他还想要在2面讨好的一个局面嘛。川普气死了。对啊，川普怎么可能允许这样？好，你就给我签。不签的话就免谈，然后这样我去抄你的工厂，摆明就是给你难看嘛。好，那为什么说韩国现在这个媒体圈或者说民众呢会慢慢说，不要了，我们不要中国，我们不要来这一套？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真的知道台湾跟美国走了很近的结果是什么？台湾的 GDP 已经赢韩国了，对，所以他们现在也知道说我们要走台湾的路线。
不然的话，真的未来会被台湾抛得非常远的一个状况。志总，你看这一张是我们特别截出来，这是韩国的主播他特别讲出来，他说不过才几年前四小龙中的存在感，台湾可以说是最低的。对，好，你今天要唱衰我就给你听。但是现在台湾暴风式的跃进，我们看到 GDP 的数据，今年台湾 GDP 的成长率预测值已经超过4%，超过4%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年要赢韩国了，我们明年会把韩国可能恐怕看不到我们的车尾灯了。对，没错。好，那为什么我们就说韩国人现在集体的都非常焦虑呢？第一个，你知道，因为上个礼拜公布了我们台湾的这个单月出口值呢，赢过韩国，韩国完全崩溃。为什么？因为韩国人是2000多万人，5000多万是我们台湾的2倍。对，就他们单月出口居然输给台湾，然后他们现在又仔细去看，不是只有这个部分输给台湾了，他们人均 GDP 也准备要输给台湾了。你知道，事实上2025年的时候，南韩的今年的这个人均 GDP 是37430块美金，那台湾是38066，也就是说台湾在今年呢正式超越韩国的 GDP 人均 GDP 哦。你知道这是隔了多少年吗？隔了22年，是2003年韩国赢过台湾之后，隔了22年之后，台湾再度超车南韩，所以对南韩来说不能够接受。好，那你知道只有这一台这样报？没有，他们主要媒体，你看朝鲜日报来说也这样报道。他说什么？他主要报道说，我们现在的问题在哪里？你看，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要求对韩国放话，那个美韩协议比照这个日美的协议的模式办理啊，否则南韩将面临25%的关税。你看，所以完全就是什么？经济跟钱跟民生比什么都还重要。对，好，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报道，中央日报，你看，2016年的台湾 VS 2025年的韩国，他就说什么？台湾曾经是亚洲四小龙最弱，现在已经变成是最强，所以2016年是台湾复兴的起点。他说要来学蔡英文啊，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韩国现在全民呢在掀起一股所谓学习台湾的问题。所以你知道这个问题，某些程度来说，我们台湾走的路线是什么？就亲美路线嘛。所以对韩国来讲的话，这可能是一次路线的大调整。好，那我跟他讲，为什么我们再从很多经济数面来看，你看为什么韩国会说2016年？你看在2016年之前，其实台湾的经济数据大部分都是输给韩国了。可是你看，这是绿色是台湾的经济成长率，然后这黄色是这个韩国的经济成长率。你看，从2016年之后，绿色大致都维持在上面。你看，尤其今年我们预估是4.45，韩国只有0.9，对，所以等于是说在这几年拉得非常非常大。那特别是我们台湾的出口额，你看台湾出口额是一路高歌猛进啊，我们8月的这个出口额854亿，小赢韩国也是854亿，但是我们就赢了9000万美金，就赢过韩国就集体崩溃啊！所以呢，是目前为止，当然我们是因为 AI 的关系。好，那我们来讲我们的出口额赢它，对，人均 GDP 赢它，两个都赢它，对不对？另外还有韩国最不能够接受是什么？股市，我们的股市市值大赢韩国啊！我们目前为止，台湾的股市市值是全世界第10大，我们大概是2.379兆美金。韩国目前为止来说话，约莫大概只有这个约莫1兆多美金，所以韩国是1.56兆，所以等于是台湾的市值呢，约莫是韩国市值的快要2倍。所以这个韩国人不能接受，我们韩国的市值居然输你那么多。对，然后我们以第一大的台积电是1.3兆美金，对比三星的3624亿美金，差距又非常大。而且你看来我们看到这张图，台积电对不对？你看到三星加他们最近很强的 SK 加起来，对，都还没有比台积电高，所以你就知道他最不能忍受是这个2大王牌比不过一个台积电。对，好，那你看台积电来说哈，过去5年涨180，然后带动台股指数涨了98。那南韩来说，三星只有涨27，那南韩指数只有涨40，所以等于是说我跟他讲几个数字，第一个，台湾的人均 GDP 压倒韩国；第二个，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压倒韩国；再台湾的月出口压倒韩国；再是什么？台湾的所谓的股民的身价压倒韩国。台湾的总市值也压倒韩国，所以这样全面压倒韩国，你觉得韩国人看到目前为止他们会怎么想啊？到底韩国是出了什么事嘛？对，出了什么事，所以才会有我们讲到韩国媒体的集体哀嚎，就是这样，就是他们真的是开始看到说不行，再这样下去我们真的会完蛋。那真的完蛋的话，又加上什么？美国没有给你好脸色啊，美国就是逼你。你今晚被酸中共，还是被酸完逼共？你给我说清楚。所以我讲，我上礼拜不是讲嘛？你看他们为什么要去抄现代？对，他就故意摆明就是要故意，根本就是什么，所有摄影机对，不止一台，这超过10台，对，每一个画面跟拍电影一样，全部都拿出来。
就是去打你南韩的。对，没错。好，那你想，事实上这几天有非常多的这个照片释出来。你看这照片是什么？南韩工人啊，他们被逮捕嘛，被逮捕到拘留所。他说什么？他们不仅遭受到不当的恶劣的待遇，还包括说被捕食，没有告知所谓的你有权可能保持承诺，有权请律师这种法律权益不管你啦，然后就给他们弄到这个发霉的这个床垫啊，有异味的水这样一个状况，甚至还有美方人员当着这个拘留者还嘲笑说他们是北韩人。所以等于是他们等于是极限羞辱对啊，没错，他们等于用这样的方式啊，那用这样的方式来说，甚至还有人是说，我是提了这个 B1 签证，B1 签证来说，照理说不应该受到这样的这个待遇，他照样这样羞辱你。然后你看南韩还说什么？那还说，我们不是朋友吗？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就卢特尼克还说什么？他说这些工人啊持有错误的签证啊，然后我现在汽车应该来找我帮忙啊，那我现在正在办理正确的这个签证啊。所以卢特尼克根本是怎么样？他根本在说风凉话嘛。所以你就知道，市场美国对韩国的态度就这样。你被枪哦，你枪你赶紧气过吗？我会再对你施压。那市场现在韩国人很多就说，那我们干嘛去美国投资？所以我跟你讲，韩国现在有很多人开始觉醒，就说对了，美国对我们这个样子来说话，当然有人反对，但是有人认为说我们要加入美国这一边。所以你看，事实上这几天的时候，我就讲柯的过世之后，你可以看韩国，这是我们现在的画面。对，就韩国的这个汉城的这个街头上面来说话，你看很多人都站上街头。你看，我就讲这次的示威游行里面来说话，韩国国旗一定是有的元素，对，在美国国旗一定也是有元素。它不单单是有大的，它还有小的哦。对，没错，大家是说韩美是好的。对，没错，大家都是这样子，韩美一家的这个状况，然后就喊出韩美一家当然要做什么，喊出反中嘛。所以我就跟他讲，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目前为止，韩国要开放让中国免签证进来做，让韩国人没办法接受。因为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有去过济州岛的话，济州岛原本是这个鸟语花香非常好，但因为中国人大量进去之后，现在济州岛已经变成是中国岛，他们已经没办法接受这样的局面。再加上说，我为什么说，你看。李在明要开放让中国人免签入境，那当然对韩国来说的话，就是亲中的一个象征嘛。第二个是什么？他最近任命一个这个韩国驻中国大使，叫这一位叫卢宰宪。对，卢宰宪来说大家就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觉得有点绷紧神经。那甚至这个卢宰宪，你看卢宰宪来说的话，在这个中国跟韩国建交33周年的时候，卢宰宪还去跟这个中国驻韩大使呢去祭拜卢泰愚。好，那卢泰愚是谁呢？为什么我就说这个是非常具有意义的？因为卢泰愚呢，他事实上，这个卢宰宪呢，他事实上是跟这个李在明交情还不错。那他派卢宰宪去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父亲是卢泰愚，他说他的爸爸是前总统。前总统，那前总统为什么要派这个人去呢？照你知道，因为中国都会这样子的，你跟我们建交的时候，你就是我们永远的好朋友。那我们知道，1992年的时候。当时韩国的总统就是卢泰愚，对。那卢泰愚来说，他就因为过去的台湾跟韩国是要兄弟之邦啊，就他居然背着台湾，在台湾都完全不知情的状况之下，他就跟中国建交。跟中国建交之后呢，他等于是背弃了台湾，所以台湾人很讨厌卢泰愚。那卢泰愚当然变成是中国的这个友人啊，而且他还怎么样呢？他还把我们当时在明洞的这个台湾大使馆呢，台湾的资产他就把它直接转给中国，他根本哪有这种事？他根本根本没有理会我们的抗议，我们的怎样，他就把这一栋明洞大楼就直接转给这个中国，所以中国条件转送。对，所以中国很开心，所以中国对卢泰愚是评价很高。那今天呢，李在明派了卢泰愚的儿子卢宰宪到中国去出任大使，照这什么意思？大概就是要跟你改善关系嘛。所以你看，如果川普在白宫里面，他看到说，你看这么多韩国人在抗议，然后李在明呢，你要开放这个中国人免签进来，那你是怎么一回事？25%了啦。对，然后你还派了这个卢宰宪呢到中国去出任大使，这是怎么一回事？你要亲美啊？那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又在这个中国这边？我就跟大家讲，现在川普最不能够接受的是，你要亲美或是亲中都没有问题，但是他最讨厌就是这种，你一下又要亲美，一下要亲中。我跟你讲啊，你这种立场不坚定了，注定了最后可能两面挨耳光。这就是李在明目前为止处的一个局面。国正，为什么说现在韩国这么的惨？从经济到关税上面，甚至韩国没有牌吗？没有招吗？不对啊！大家要想一件事情，现在的美中战里面有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这些国家能够提供美国什么样的武器？像是我们以晶片上来说好了，我们台湾能够给相关的晶片给美国，尤其美国跟中国在打这个晶片战的时候，台湾有非常大的一个力量，这就是川普常常说的“你有没有牌？你有没有牌？”那对于韩国来说，他真的没有牌。他没有牌的时候，
真的就被人家吃得死死的。所以你现在看美国跟中国正在西班牙谈判，谈判过程中又会发现晶片非常重要，这就跟台湾跟韩国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全世界都需要台湾的晶片。你看哦，美国一扩大，马上就为了逼迫中国能够妥协，所以他马上就扩大了贸易名单，说，我又要管理这些晶片公司，又把32个实体，那其中有23个是在中国，又要管制你这些晶片你不可以取得先进技术。第二个，中国也不甘示弱啊，我现在正在谈啊，你扩大我黑名单，扩大限制对象，我马上说我要报复，所以又对美国跟韩国的晶片启动反倾销调查，我要课你倾销税，我要调查你，而且这一次更厉害，扩大的是28奈米的成熟晶片，也要管美国晶片。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扩大我黑名单，不给我取得技术，我这里要对付你，我不让你美国的晶片拿过来，对，互相都在卡脖子，都在卡别人。但是台湾还是里面真正受益的国家，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抢晶片，结果谁有晶片，谁就抢得了先机。结果有一家公司现在发生了什么事，你知道吗？现在正在全力在赶工，因为它有晶片，它能够生产手机，是富士康的郑州厂，它现在正在替 iPhone 赶工，有20万的工人正在日夜赶工。真的假的？我们之前不是才刚讲？富士康不是变得非常惨吗？结果现在整个起死回生，因为它有晶片，苹果17现在是有的取得晶片，反而华为没有晶片，所以它现在产能不足比去年还要多1000万只，多1000的状况，1000万只的订单的状况之下，要怎么样？全力在赶工，所以现在2班制日夜都能赶工，所以他们的人资主管说什么，你知道吗？忙得不得了，一直在招募临时员工，加班加到起飞。去年都没有这么忙，加班加到起飞，因为都在忙着做 iPhone 17的订单，而且从9月到10月还要继续加工，全面加班，全面去把整个订单产能冲起来，而且他返工的费用还给的特别高哦。对，现在如果你愿意回去富士康工作，6月的时候加4800块人民币的返工费，7月涨到8800，不是6月才4800，对，结果你7月隔1个月你就变8000了。这就是代表说，我现在非常的缺工人，鼓励赶快回来，你愿意回来返工嘛？为何工作我就给你高额的奖金，所以到8月到9800块，而且一直在升，大量员工回来，所以他们有点回忆说，当年富士康有40万的工人，但现在产能又回到那当年的盛况吗？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就回到你那个点，有晶片者得天下，因为华为没有晶片 ，iPhone 17有晶片。因为整个华为被美国制裁之下，晶片产出没有办法像以前那么顺利。结果苹果怎样，你知道吗？扩大叫供应链全部加大产能，多了1000万只。那为什么华为会发生什么事情？华为因为产能，它把大部分的7奈米的晶片拿去做什么？扛着民族的大旗，因为习大大要 AI 发展 AI， 所以它手机晶片就没有办法来生产，没有办法生产之后就发生一件事情，是本来今年的8月、10月可能 Mate 80这个跟苹果17对抗的机种要延后2个月，12月才会上市。不是，这也太惨了吧！你今天所有晶片都灌到 AI 去，结果你华为原本要出新机过来尬的，你没有办法出了。所以往年这个时候 iPhone 17如果出新机的话，华为理论上也要出新机，因为过去这几年来能够在中国跟高阶市场能够跟苹果抗衡的，就是华为的手机啊，自己中国大陆的分析师就讲得很清楚啊，因为华为最快10月底发表，年底会上市哦。苹果人家都已经卖2个月了，所以它会有2个月怎么样？没有华为这个竞争对手的日子，所以苹果就会过得很开心。所以你就会看到刚刚那个景象是怎样，整个郑州厂拼命的叫人家回来赶工，因为印度可能产能还没有办法开得很快，所以最快 Mate 80的系列，其实你没有办法，因为你缺的就是晶片。好，那真正的故事又来了。其实华为卡到什么事情，又变成美国卡脖子，其实卡到它了。其实它的麒麟9030本来是今年要改成5奈米的制程，可是到目前为止可能还是生产不顺，因为美国持续卡下去之后，5奈米的制程还是延后了，所以它今年到了年底的时候，还是使用旧的制程，还是7奈米，而且产能。所以它现在的问题点是，它除了晶片都给 AI 外，如果今天晶片也回到了这个所谓智慧型手机上面去，这晶片
也没有是新的，也是旧的。对，因为它5奈米还是在卡脖子的状况之下，它只能用7奈米这样子的。怎么赢？所以去年用的7奈米的9030，今年还继续用9030，用到那告诉别人这是新机，所以整个世界又发生什么状况？为什么会这么重？台湾为什么变得重要？大家都在抢台湾的晶片，大家都看上台湾了。其实今年半导体展，我们上个礼拜说嘛，美国把这个当成美国复兴的一个重要基地。现在有个国家跑出来叫哥斯达黎加，你知道哥斯达黎加今年在我们的半导体展里面展出了什么吗？展什么？国家馆。这个国家竟然哥斯达黎加竟然有国家馆，然后波米尼加竟然发表了国家半导体的计划。其实这些国家其实突然发现有一件事情是。晶片在世界如此之重要，然后在中美对抗之下，拥有晶片者得天下。多米尼加不是在2018年才跟我们断交，结果2025年急忙的跑回来了。对，他每次都会陷入一个状况，是每次他们国家如果在选举的话，就会陷入2个阵营在互相拉扯的状况嘛，一边亲美，一边亲中。所以台湾过去几年其实给他们非常多东西，包括我们援助他们军事设备，甚至我们也曾经帮这些中南美国家盖棒球馆、盖医院这些东西。所以他们现在想到什么？想到现在台湾晶片非常的好，所以看到台积电现在非常好，所以哥斯达黎加进来说什么？我在台湾要展一个国家馆，所以我接下来也希望台积电或台湾的半导体产业链能够去那边投资。多米尼加发表所有的国家 AI 跟晶片相关的计划，也要做科学园区。所以真的会要去吗？当然不会去了，我这也必须要解释嘛。其实这些国家的产业基础设施还是不足了，你要慢慢的从纺织加工业，再来从电子组装业，再往更高阶的半导体产业，因为你科技跟技术水准不足，所以它现在变成等于希望台湾去投资，但是你真的能够做好吗？我觉得是问号很大了，所以他必须要跟台湾要真正好好交往是什么呀？慢慢一步走上来了，而且不要像过去一样，每次选举都想到台湾的好，才想要拉拢台湾。台湾有晶片当然很重要，可是如果你认真的想要跟台湾做好邦交，还是必须从底层开始慢慢做起来。廷伟，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一件事情，现在对于李在明来说，他之前提出的安美金钟，现在感觉没有效。为什么？你看到韩国的人民慢慢没办法去接受这件事情。他今天讲什么？你今天不要让中国人来到我们的韩国，甚至什么？现在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经济，怎么可能输台湾输了这么多？但是我们刚刚就特别提到了，为什么就在这个时刻，李在明他要出这个手？他竟然派了卢泰愚的儿子卢载宪去做所谓的驻中大使。我们都知道，这背后有政治性意义，有政治性的意涵。李在明到底玩哪招？李在明还在用过去的思维在处理美韩中之间的关系哦。为什么呢？因为他派了这个卢泰愚的儿子去，就显示要对中国示好嘛，这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嘛。但问题这一招这样动作，难道美国看不到吗？美国绝对电报都拍回去，大使馆都把电报拍回去，告诉说美国川普总统说李在明这小子又在玩2手策略了。过往来讲的话，玩2手策略一向是东北亚国家跟东南亚国家一向在做的事情，对，也就是说他们想要游走在中国跟美国之间，但是现在这个国际社会的环境已经不容许了，整个战略态势已经全部转移了，也就是美国告诉你一件事情，他虽然不会要求你去选边站，为什么呢？之前布林肯曾经讲过，就拜登那时候的国务卿说，我没有要求你选边站，但是你早就应该站在哪一边了，对，什么意思呢？就其实他们就已经暗示你了，你就要站在美国这一边。否则来讲的话，我告诉你，吃不完兜着走。所以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叫做安美金钟啊，现在是安美精美啊。也就是说，像台湾来讲的话，安全经济都靠美国，刚好是选对边了。对，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现在还是世界上的霸权啊，还是独强啊，而且他现在的晶片锁喉中国的情况之下，你觉得李在明他今天出这一招，难道美国不会看在眼里吗？他绝对接下来来讲的话，有苦头给李在明吃了。真的假的？为什么呢？因为李在明，你知道吗？他在白宫跟川普见面的时候，其实川普早就对他来讲的话。不是，虽然说李在明做的直直的，他们不是很好吗？对，做直直的，好像在情绪的样子啊，不是很好吗？对啊，问题是那是假装的，因为你知道韩国长期以来，乐天也好，或者是说三星也好，等等这些大企业，他们跟中国的这个市场的关系非常好。但是因为现在整个中国被卡脖子的情况之下，他们为什么现在赚不到什么钱？连中国自己都赚不到钱的话，怎么会分一杯羹给你韩国赚呢？所以今天来讲，所有市场全部涌到美国这个地方来的话，你要去赚美国人的钱，不是去赚中国的钱。所以今天李在明他想要在游走这个中美之间来讲基本上是行不通的。对，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跟中国建交的这两个国家，哥斯达黎加跟多米尼加，不好意思，这两个国家当初被拉走的时候是一个什么象征意义？什么是象征意义？像巴拿马、哥斯达黎加还有多米尼加这些国家都是首次被中国拉走了。对，以往他们不是游走在上面，他们中国当时在挖邦交的时候，都是挖那个第一次这个跟中国建交，结果过去之后，发现到现在整个全世界的情势已经大转变了。我知道这些国家在想什么，他们想成为美国在中南美洲的所有的晶片供应链当中的一个重要的重点重镇。因为你知道美国的市场，美国这个越来越大的时候，其实很多美国人他不容易去做这种所谓的代工啊，或者是所谓的制造，他想要从中间分一杯羹。对。但是你以为是要他们来参展之后就可以跟他们分一杯羹吗？不好意思，上一次那个什么 Rubio 到中南美洲的时候，到巴拿马，然后下一站他到哪里？到瓜地马拉，他告诉瓜地马拉说，就是因为你们跟台湾有维持邦交关系，所以今天他才来这里，而且他很盛赞瓜地马拉。就算要给，也要给这种瓜地马拉跟贝里斯，在目前为止都没有叛变我们的，都没有背叛我们的，这种才是重点。而且他们离美国更近，而且贝里斯也是讲英文的，所以像多米尼加，它其实是偷鸡不着18米。真的假的？多米尼加本来在中南美洲算是一个不错的国家哦，它旁边是海地乱七八糟，但是多米尼加其实是不错的。但是当时中国不断的在利诱的情况之下，它其实有犹豫过一次。但是后来，还是转向了嘛。现在他突然间发现到不对啊，如果美国这个供应链建构起来的话，我如果没有分一杯羹的话，我如果跟中国在一起的话，就像巴西这个样子，巴西被课50%的关税嘞。对，他难道要跟中国好在一起之后，然后被课高关税吗？当然，这些国家精明得很，他们想要游走在两边没有错。问题是现在美国已经告诉大家说，我的后院也要成为我的供应链的这个安全供应链之一。那你今天来讲的话，他当然要对台湾示好嘛。但是啊，台湾有自己的考量，当然不会上当的，因为你如果再次上当的话，那就是你自己笨了。如果今天那个忠诚的瓜地马拉跟这个贝里斯都没有获得好处的话，凭什么你哥斯达黎加跟多米尼加可以获得好处？所以今天这两个国家来讲，虽然来参展没有错，他已经在释出橄榄枝，但是我们基本上要有严格的考量，就是绝对不能上当。所以现在的韩国它其实 GDP 这个接下来台湾能够超越它，其实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台湾是选对边了。韩国现在的民众是希望他李在明选对边，但是李在明还是用传统的老式的韩国的政治人物的思维，就是两边想要谈好那个所谓的黑金 policy 这种东西来讲，基本上是行不通的。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